好，不过有一个状态是跟实力原则不是密切相关，而是明确的跟人际关系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到以色列，以色列呢，他在川普当选之后，以色列的总理立刻开革了他的国防部长。其实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拜登要的人。这有啥呢？这跟呢德国的自民党跑掉不是一样吗？一模一样的状况，就是当你知道说川普来的时候，以色列就觉得内塔尼亚胡就说我不需要那个国防部长做你拜登的门面了，我可以大大的用自己人，因为川普是他自己人。可是他也要送给川普大礼，就是要在川普上任之前，赶快跟黎巴嫩谈好那个整个的和平协议。所以他的中东情势，请注意，美国川普他在整个中东，他是讨好以色列，然后呢拉拢沙烏地阿拉伯，但是他的敌人是伊朗，这会让中东局势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很快的请教三位。你知道土耳其这个跟以色列断交会对以色列军方产生一个冲击。我以前去过以色列，他们那个时候当然也是20年前了，说跟土耳其维持一个关系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布局。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飞机往升空之后啊，很快就会到，它既不能左转也不能右转，它只能往北走，才能够在土耳其附近的领域做。所以这就说明了埃尔段立刻跳出来说，土耳其正式与以色列断绝关系，不寻求改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地理优势位置。但是呢，土耳其现在仍然是北约的成员。所以这个军事上的部分呢，是依照北约的这个做法呢，还是依照以色列跟土耳其的外交关系的做法，这个还不确定，但一定会有影响，一定会影响，因为埃尔段跟川普搞不拢，所以现在已经第一枪就开出来哈，虽然是针对以色列，也就是将来这个社会会变成，会不会变成两个阵营，甚至两极化，不是绝对的刚性的，直接针对的。但是在贸易的议题上，在这个经济秩序的议题上，在国际组织、国际法的这个层面上，你就看到美国跟全世界，尤其可能是全球南方中国主导的这个世界，部分欧洲国家参与的这个世界跟它对抗。那另外呢，在贸易之外，下一个中美直接对抗的议题，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那就是台海。那就是台海。那因为在这一次的你看他的这些成员里面，我觉得 Rubio 不会是1年之内就下台了哈。那相当的鹰派反中，当贸易的问题碰到就是关卡，当这个开除人事碰到抗拒的时候，他一定要另外一个议题能够去盖过他们。那反中的议题就变成一个很核心，因为那是两党共识，因为那是美国建制派都认为的这个共识。那这个时候反中的议题，如果贸易的情况处理不好，变成七伤拳，台湾的问题就会浮现。因为我们永远逃不掉一个棋子的这个命运跟角色。没错，所以两个国家在下棋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发现自己筹码少的时候，就会把台湾拿出来用一用。这样你怎么看？在中东情势部分呢，其实这里面就开始每一个国家跟川普之间的亲疏远距就发生关系喽。以色列特别的亲川普，应该说内塔尼亚胡跟川普的关系特别的好。那么土耳其呢跟川普不对头，所以要修理以色列。那么可是这里面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情况又值得来考验，因为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其实跟川普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川普主要对付的是伊朗，所以这一个沙伊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会出现变化吗？不会啦，那个川普是退出伊朗核协议啦，可是对伊朗也没有明显的动作啊。我认为以色列是卖个面子，可是这是假的啦，因为他根本就打不下去了啦，自己在找下台阶啦，就是他的伤亡已经高于2006年那一次了，因为那个地方的地形很复杂，所以黎巴嫩南部没有那么好打啊，而且黎巴嫩正规军那绝对是远强于哈马斯啦，所以我认为他就是觉得，那川普既然叫我1月20号之前结束嘛，那我就送他个礼物啊。如果他打得很顺，那结束个鬼啊，结束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实力原则了啊。那至于说会不会有两个阵营的对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这个国际啊，会是几个强人在玩呐，比如说土耳其的埃尔段就是强人啊，
而且都是民族主义强人。事实上，未来这个世界会比较像是我们说强权强人在玩的国际政治了。那个匈牙利那个奥班也想玩啊，那个意大利那个梅洛尼是太胆小了，不然他也应该来玩一玩啊。至少他实力该。那其他那些人都即将下台啊，然后法国、德国、英国那些都没有用的国家啦啊，所以在未来这个国际社会，他们就玩不出来了。那普京，所以你的强人是在自己的国家内部，你拥有绝对权力。对，不管你是什么形态的而国家，且他在国际政治上刚好卡到一个有发言的位置啊，所以不只是实力问题了。如果是实力问题，那匈牙利算什么？对不对啊？那当然有实力的民族主义强人，当然就是习近平跟普京嘛，还有川普嘛，对啊。那未来我认为像鲁拉啦，像这个土耳其的埃尔段啦，然后像奥班啦，你就会常常听到这些人在讲话。好，所以香蓉未来就是强人，尤其是如果在地缘政治上面有特殊地位的强人，再加上实力原则的中美俄，他们在玩的这个世界。对美国从美国眼睛看出去的时候，以色列就是古巴的相反。以色列距离美国很远，但是怎么看都很美；古巴距离美国很近，什么都很丑。讲到古巴没有一样好，讲到以色列通通对。就是美国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他的审美观跟价值观是非常自私、非常极端的。你从这两个国家的对比，你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它不会改变，它就是只会呢更严重。因此，但是这两个国家因为美国的态度映照出来的国际社会就刚好是相反。在联合国的投票里面，跟以色列有关的都是压倒性的反对，跟古巴有关的都是压倒性的支持。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问题，跟你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你是欧洲等等没有什么差别。那川普上来了之后，他对于以色列的支持的那个强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虽然他在他的所有的内阁人士里面，并没有特别去触及到以色列问题，可是你看驻以色列大使很快就确定哦，是所有的大使里面最早确定的哦。对，然后中东特使也很快就去。对，就是其他的，你从他的任命里面看，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什么大使，对不对？他都不重要，他最重要的3个外交就是一个联合国，一个以色列，一个中东特使，你就知道他重点在哪里。他在接下去的时间，他的国际政治处理的重点在中东问题。可是呢，这个环境呢，跟之前呢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也记得，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一上来没多久就到中东去访问，他1月上来，2月就到中东了。到了中东的时候，以色列热情欢迎他，沙特也热情欢迎他。可是沙特这2天才警告以色列。沙特的警告以色列，警告以色列就是呢，你在加沙所进行的种族灭绝，也警告以色列呢不要对伊朗动手。中国的外交部昨天都公开讲话，乐见沙特跟伊朗呢之间的关系呢持续缓和。这个很重要。所以在光是这2天的这2个动作，沙特在挑这个时候，沙特并没有管你川普当选，沙特同一个王储没有因为呢川普重新回来了之后而采取停看听的态度，相反的，他仍然呢走在那个，不要说最近的沙特的，就是说双11采购团呢，在珠海航空展里面的这个大肆的采购。同时，你看到沙特呢，跟第一个任期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所调解的中东的那种的和缓的方向，那个看起来是沙特真正要的。尤其是对于呢加沙战争所造成的种族灭绝，沙特很孬的，是沙特表现得非常孬。今天呢巴勒斯坦的问题难解，就是因为沙特作为呢逊尼派的大哥太孬了。可是今天的沙特起码他开始表现出一点点的对抗性。川普上来了，沙特没有去跟了以色列谄媚，这是很特别的事，这是在过去没有的。所以中东的情势跟川普想的绝对不一样。好。
所以未来当这中东里头，除了美国跟以色列之外，其实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间的关系会是观察的主轴这里面恐怕也有中美对抗的影子在里头。我们要非常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也要非常谢谢有明，谢谢阿亮，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风向龙凤配》，下礼拜见喽，拜拜，雅虎。Yahoo!